作为东南亚最强，新加坡海军的实力究竟如何？东南亚最富裕的几个国家新加坡、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正在上演激烈的海军竞赛，其中泰国因早年购入小吨位航母而元气大伤，早早就被淘汰。马来西亚虽然试图在21世纪扩张海军，从计划到执行都是问题，也无力竞争。唯二能竞争最强宝座的就是印尼与新加坡。从2020年到2024年，印尼陆续购入10艘6000吨级护卫舰，并计划将潜艇数量增加至12艘。只是除了这些，印尼剩余的舰船太过老旧，大多是买来的二手军舰。就实力来看，新加坡才是东南亚的无冕之王，无论是舰艇数量还是战力都无可挑剔。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新加坡海军。衡量海军战力的重要标准就是是否拥有水面舰艇、潜艇和作战飞机，是否具备空中、水上和水下3维立体作战能力。而小规模的新加坡海军就拥有上述武器装备，具备立体作战能力。在建国之初，新加坡海军就计划走精兵之路，可以说在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海军的人员素质最好，科技含量最高。就时间来看，新加坡海军成立于1967年，前身是新加坡海上指挥部。由于扼守马六甲海峡，其主要任务就是抵御来自海上的威胁，保护海上交通线。不过，因国际形势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就加快了军队建设步伐，并效仿以色列的建军模式。在海军人员方面，利用海军院校训练中心和海军基地，对官兵进行体能、技能和战术训练，组织海军人员进行远航。高科技也不少。1992年的时候，新加坡海军就已经修建模拟作战中心。1995年3月，又创办了第一个直升机模拟中心，配备了亚洲首台超级美洲狮模拟器。为了适应训练需要，在1995年4月，新加坡海军还成立了海军训练司令部，负责海军部队的训练。其次就是选派优秀军官到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学习战术和管理方法。仅训练不经历实战也没有太大的效果。新加坡海军每年都进行各种军事演练活动，并与其他国家进行联合演习，内容包括舰机协同、对海攻击、两栖作战、反潜、电子对抗等等。经过这一系列训练，新加坡海军的人员素质足以达到东南亚顶尖。当然了，仅人员素质强还不够，还要拥有足够先进的舰艇。在这方面，新加坡海军也要强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就目前来看，新加坡海军主要装备6艘可畏级护卫舰、8艘独立级近海任务舰、6艘胜利级导弹艇、4艘坚忍级两栖登陆舰、2艘射手级潜艇、2艘常胜级潜艇。数量看起来挺一般的，但战力可不是这样的。新加坡海军的主力就是可畏级护卫舰，由法国的拉法叶级改装而来，后者是世界第一款隐形护卫舰。不过相比较原版，可畏级进行了一些改进，其满载排水量从拉法叶级的3600吨缩小到3200吨，火力配置却变得更强。可畏级配备着32单元的法国希尔瓦垂发，可以发射射程30公里的紫苑15，以及射程120公里的紫苑30，配套的是5000座无源相控阵雷达，最大探测距离250公里。希尔瓦垂发加5000座，这也是法国阿基坦级的配置，等于说可畏级以3200吨的排水量达到了与6000吨的阿基坦级同级别的战力。紫苑30加5000座也为新加坡提供了远程区域防空能力，凭借这一点，可畏级就超越了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轻型护卫舰。除了区域防空之外，可畏级的反舰实力也不错。虽然只安装了2座4连装鱼叉导弹发射器，但是也预留了另外2座发射架的位置。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将反舰导弹的数量增加到16枚，几乎可以容纳 S70 这种10吨级的直升机。奥托76炮、鱼雷机炮也是应有尽有，唯一的小缺点就是航速。可畏级继承了法国拉法叶级的全柴动力，最大航速仅有25节。战力仅次于可畏级的舰船则是独立级，虽然名字与美国的滨海战斗舰一样，但二者的任务效果完全不一样。新加坡独立级的设计主打个务实，满载排水量1400吨，但配备了12单元垂发，可以发射法国的米卡防空导弹。就防空能力来看，等于越南猎豹级。叶尼英制 F2000 级等轻型护卫舰的2倍，雷达也很强，安装的是荷兰 NS100 型雷达，某种程度上来说比无畏级的5000座更强。独立级也能起降10吨的直升机，但因为吨位限制，机库什么的就别想了。胜利级导弹护卫舰则来自德国。
原型是德国吕尔森62型导弹艇，满载排水量只有600吨，所以只能称为艇。不过就战力来看，也可以称其为护卫舰。16单元垂发，2座双联装鱼叉，2具3联装鱼雷发射管，反舰、防空、反潜都能干。其首舰胜利号也是新加坡第一个拥有反潜能力的新加坡战舰。可畏级服役之后，胜利级就退居2线，拆除了反潜设备。新加坡原本计划使用独立级取代这6艘胜利级，但最终还是改变了主意，计划用6艘 M2CV 护卫舰取代胜利级，万吨护卫舰取代导弹艇，很有反差感。这点我们后面再聊。除了水上舰艇，新加坡的潜艇实力也不错，主打实用至上。现在瑞典购买了4艘2手海蛇级潜艇，也就是挑战者级，这是新加坡第一支潜艇部队。不过这些2手潜艇的实力很一般，目前已经全部退役。取而代之的则是射手级与常胜级，其中射手级也就是瑞典的西约特兰级，世界上第一款使用 AIP 系统的潜艇。不过同样是2手装备，减起过渡作用。新加坡潜艇的主力是常胜级，原型为德国 218SG 型潜艇，价格相当昂贵，项目总耗资38亿美元，仅购买4艘潜艇，相当于单价9.5亿美元。当然，贵的东西唯一的问题就是贵。德国毕竟也是老牌常规潜艇强国。218SG 潜艇装备燃料电池 AIP 系统，排水量2200吨，装备8具533毫米鱼雷管，可以发射巡航导弹，整体性能完全压倒了周围所有国家的常规潜艇，包括印尼、越南、印度，甚至澳大利亚，堪称世界最强常规潜艇之一。目前新加坡已经服役了2艘常胜级，另外2艘已经下水，之后会去取代射手级。就实力来看，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新加坡海军都远胜于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其他海军。放在之前，单单是可畏级的区域防空能力，其他东南亚海军加在一起都凑不出来。不过在2025年1月底，芬坎蒂尼船厂向印尼海军移交2艘 PPA 级护卫舰，目前已经海试。意大利的 PPA 级护卫舰属于实打实的盾舰，加装了希尔瓦垂发，能够装填紫苑15、紫苑30或者其他通用弹药，这是欧洲各国海军的标配。在印尼服役之后，可以与可畏级掰掰手腕。当然，既然新加坡能被评为东南亚最强，自然不会就那么被印尼比下去。印尼能买装备，新加坡自然也可以。在扩充海军力量这方面，新加坡走得更远也更全面。除了上面提到的常胜级潜艇，还有2大核心项目，分别是 M2CV 护卫舰与 GMMS 两栖攻击舰。早在2023年3月，新加坡国防部就授予新科公司一份合同，为海军设计并建造6艘 M2CV 护卫舰，用于替代20世纪末服役的6艘胜利级，目前已经开工建造了。M2CV 护卫舰预计2028年投入使用，基础设计由瑞典萨博公司负责，传电系统由欧洲泰雷兹集团包办，加上新科公司，三者强强联合，造出来的东西自然不会弱。MRCV 虽然后缀是护卫舰，但实际上应该算是多用途战斗舰，其最大特点就是万金油，集护卫舰、登陆舰、无人机母舰3大舰型为一体，当然可以执行多种任务，也就意味着没有在哪一方面极为突出。不过对于新加坡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周边没有很强的劲敌，追求伯克级之类的重火力全能舰只能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都能干一点的万金油大舰才是最优解。根据目前的数据来看 ，MRCV 护卫舰的标准排水量5500吨，满载排水量约为8000吨，最大航速25节，舰尾设有大型甲板。单机库设计可容纳一架15吨级直升机，也可以搭载无人机。直升机甲板下还设有船坞登陆舰上常见的泛水坞舱，可以容纳2艘17米长的巡逻艇或登陆艇。在武器配置方面 ，MRCV 护卫舰拥有48单元垂发。估计还是法国的席尔瓦，可畏级用的也是这款。在后勤维护弹药通用的情况下，没道理选择其他的。可以发射紫苑30，还配备有127毫米舰炮、鱼叉反舰导弹以及反潜战设备。雷达方面已经确定为法国的海火相控阵雷达，最大探测距离400公里，性能不输初代宙斯盾系统的 SPY-ED。此外 ，MRCV 护卫舰还将装备新型蓝锚反舰导弹，这是新科公司与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以天使马克5反舰导弹为基础联合开发的衍生产品，最大射程在300公里到400公里之间。
除了 MRCV 护卫舰，新加坡另一大核心项目则是 GMS 两栖攻击舰。很明显，后面这5个字就是用来骗人的。在冷战时期，苏联、英国、意大利都是借助舰载巡洋舰之类的名字来发展航母，现在则是以两栖攻击舰的名字掩人耳目。新加坡的 GMS 虽然名字是两栖攻击舰，实际上这就是一艘轻型航母。新加坡已经明确提出要为其配备 F-35B。2015年 GMS 轻型航母首次亮相，不过从外形来看，设计极为敷衍，很像日本的大宇级登陆舰。直通甲板可同时起降5架直升机，舰体内有机库、车辆库以及机械化登陆艇坞舱，排水量只有 1.45 万吨，甲板面积长度不怎么富裕，直升机起降点也不是一条线。2023年5月，在亚洲国际海事防务展上，新科集团展出改进升级后的 GMS 轻型航母，对甲板布置进行了优化，将直升机起降点部署在一条轴线上，同时将升降机进行简化，只是在舰桥前和甲板中部保留2个起降点，这可能涉及甲板下机库的重新调整。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该舰并不具备起降 F-35B 的能力，所以到现在 GMS 轻型航母也只是模型。考虑到需要搭载 F-35B， 火力军估计最终成型的 GMS 排水量翻1倍都有可能。如果这2项建造计划完成，加上常胜级潜艇，新加坡海军将会发展成一支拥有1艘轻型航母、6艘8000吨护卫舰、6艘3200吨护卫舰、8艘轻型护卫舰以及4艘 AIP 潜艇的强大海军。东南亚最强的确名副其实。除了以上这些已经确定的，新加坡在武器上也有新动作，比如最近流行的无人艇，在空中力量方面或许会加入 P8 俱乐部。新加坡海军扼守马六甲海峡与周边航道，舰艇设计强调多功能性、隐身设计与快速反应能力。比如可畏级护卫舰的区域防空能力用于保障海上交通线安全，独立级则是针对复杂海峡环境特意优化机动性。不过论海上机动性，谁也比不过在海上实时巡逻的无人艇。2025年2月，新加坡海军宣布，从2025年起部署无人水面舰艇执行海上巡逻任务。在2月4日，新加坡海军还在樟宜海军基地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现场演示了海上安全无人水面舰艇的性能。实际使用时，如果该无人艇在新加坡水域发现一艘可疑船只，就会立刻靠近并进行拦截。该艇配备了远程声学设备，可以通过警报器向其他船只喊话或者是语音指令。在防御上也有激光致炫器以及一挺由岸上人员远程操控的机枪。目前已经有3艘此类舰艇服役，与新加坡海军的其他舰艇一同执行各种海上任务。2025年晚些时候，第4艘无人艇也将加入舰队。就性能来看，海上安全无人艇长16.9米，重30吨。有2台柴油发动机驱动一对喷水推进器，时速超过46公里，可在海上停留36个小时。在海上空中力量方面，新加坡也将加入 P8 俱乐部。根据最新消息来看，新加坡正在寻求新的海上巡逻飞机，以对机队进行换代更新。目前已经确定的候选型号包括波音的 P8 以及空客的 C295MPA 反潜巡逻机。目前新加坡装备的海上巡逻机是8架福克50 MPA， 最大起飞重量为20吨。福克是荷兰的航空企业，福克50的前身是福克27，一度是欧洲销量最好的涡桨支线运输类飞机之一。不过随着主流对支线客机的喷气化和大型化，很多欧洲支线客机厂商都已经破产倒闭，福克也是其中之一。新加坡更换反潜巡逻机也在情理之中。就候选机型来看， C295MPA由 C295 改进而来，吨位与福克50类似，翼下6个挂点可挂载反舰、鱼雷和深水炸弹。目前只有西班牙和智利2国采购了该机。C295MPA 从技术上来讲，算是一架更现代化的福克50，仅仅是传感器和任务系统更先进，挂点也更多，但是动力形式和总体布局很接近，二者在航程和速度等性能上的差距也不大。相比之下 P8 就不一样了，最大起飞重量超过85吨，能以高亚音速进行巡航，在距离基地
2000公里之外的区域，仍然能够维持4个小时的巡航时间，水面反舰能力也优于 C-295MPA。从新加坡政府近年的一系列行动来看，其主要的军事装备发展方向就是强化其军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比如为空军引进空客 A330加油机。海军这边还计划将潜艇部队规模扩充到6艘，并推出带有无人舰艇的多用途战斗舰，强化现有护卫舰的通信能力，实现与空军的高效互联等。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或许会选择 P8， 并且新科公司与波音在2023年就签署了一项协议，在系统集成、培训、零部件销售等业务展开合作。根据该协议，新加坡将成为东南亚地区的 P8 维护中心，这也算是为引进 P8 打造后勤保障的基础。澳大利亚之前引进 P8 时，也与波音公司签署类似的协议。不过，想要长期占据东南亚第一的宝座，除了战力足够强之外，本国的制造业也要跟上。买来的第一不算什么，在这方面，新加坡也很有话语权。就目前来看，新加坡的造船能力主要集中在新科公司以及其子公司新加坡科技海事，成果覆盖护卫舰、潜艇、两栖舰艇等领域。比如可畏级护卫舰由新科公司与法国合作建造，但除了首艘在法国完成之外，后续5艘舰艇都是在新加坡本土制造的。独立级则是新加坡科技海事自主设计并建造，整合了美制传感器与本土开发的战斗管理系统，自动化程度很高，也能适应马六甲海峡的复杂环境。坚韧级同样是新加坡自主建造。在潜艇方面，已经退役的挑战者级就是新加坡自己翻新的。长胜级虽然是德国设计，但新加坡科技海事依旧参与了本土化改造，并针对热水域优化冷却系统与电子设备。总的来说，在建造方面，新加坡与德国、法国、瑞典等国合作，引进了一系列技术，比如可畏级整合法国雷达与垂发系统，独立级融合瑞典模块化设计。凭借着这些技术积累，能够维持年均2到3艘中型舰艇的下水速度，并保障现役战舰的维护升级。在维修方面，通过新加坡科技工程的全球备件中心，可以实现2小时内响应全球舰艇维护需求。当然，如果单说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强，也有一些朋友会反对，毕竟还有印尼、泰国与马来西亚。对此，霍立勋只能说，以上这3者除了印尼，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在东南亚这边，泰国与马来西亚的确想扩充海军实力，但一个被坑了，一个项目泰国混乱，海军的发展严重受阻。泰国这边则是受到了轻型航母的连累。买军舰的时候，泰国原本想要采购大型登陆舰，以应对台风救灾需求，作战时也能起到作用，但是被西班牙巴赞造船厂一顿忽悠，表示这个价格都能买一艘轻型航母了，而且交货还更快。于是泰国花了3.6亿美元。买了一艘查克里纳吕贝特号轻型航母，为了保证作战能力，又花钱买了2手的 AV8S 垂直起降战机。结果因热带气候影响，舰载机腐蚀得很快，直接报废。航母仅剩象征性的空甲板，而且航母的运营与维护成本太高，泰国缺乏护卫编队能力，导致航母长期处于裸奔状态，实际作战价值几乎为0。建造专用的维护设施又需要花钱，这导致的结果就是资金过度集中于航母项目，而泰国本国的造船业薄弱，只能依赖进口。但是钱都花完了，无力继续升级，仅凭其剩余的老旧舰艇，根本无力与新加坡、印尼等国竞争。马来西亚海军这边虽然也花钱购买战舰，但一直朝令夕改，很多购买项目都半途而废，项目管理混乱与资金问题也很严重。比如2015年与法国合作的6艘追风级护卫舰，截止2020年第1艘还没有完工，5艘进度仅59%，第6艘还没开工的时候就出现了项目资金被挪动的问题，一直等到2024年首舰才下水。又因为资金问题，马来西亚又将订购数量从6艘减少到5艘，一些高成本装备也难以持续列装。向德国购买 MEKO 100型护卫舰，原计划采购12艘，最终仅购入6艘，且未装备导弹。就这种情况，还想成为东南亚的扛把子，可能性为0。印尼这边，我们之前也聊过，连续3年被世界现代军事战舰名录网站评为全球第4大海军，实际上里面的水分很大。印尼海军的舰艇数量大约为243艘，但严重缺乏驱逐舰和区域防空能力，仅以护卫舰、巡逻艇和两栖舰艇为主力。而且其中70%以上舰艇为老旧巡逻艇，现代化舰艇占比不足30%。从苏联时期继承的舰艇仍在使用，维护成本高且作战效能低。其两栖舰队虽规模较大，但缺乏空中支援和远程投送能力。
普遍缺乏中远程防空导弹和反潜直升机系统，面对空中打击和潜艇威胁时，防御能力不足，造船工业薄弱，大型舰艇依赖荷兰、意大利和韩国进口，自主升级能力受限。虽然购买了一系列舰艇，但本身实力上的薄弱，使其无法成为东南亚最强。所以，就火力军来说，新加坡海军的东南亚第一绝对是名副其实。各位觉得未来谁可以与新加坡竞争第一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